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迷思英国。有朋友给我留言呢，说有时间讲讲在英国结婚吧，听说规则呢有很多的不同。我一听啊，脑子当中这个八卦的小灯泡瞬间被点亮。比起结婚，在英国离婚的那些事儿更有意思呀。I want a divorce. 如果说拉斯维加斯呢是许多人奔赴的这个结婚之都，那么伦敦绝对担当得起它离婚之都的名号，尤其是诸多名流富豪的太太们趋之若鹜的离婚首选地。Times 针对英国法院的数据发现呢，在英国审理的离婚案件当中，至少有1/6都涉及到外国公民。金钱、名誉、婚外情、权力，那些专程来伦敦打官司的这些名流富豪们，在这座城市留下了太多的故事。为什么伦敦会成为豪门阔太的离婚天堂？英国的离婚规则，尤其是在分家产、争抚养权这些斗争上，有什么有趣的门道？关于这些年在英国法院陆续登台的那些离婚攻防战，我们先从一出惊心动魄的王妃出逃记和它可能带来的英国史上最贵的离婚案开始。这里说的王妃呢，不是指梅根哈。首先我要祝福她跟哈利能够白头偕老，但是如果不慎有朝一日要打离婚官司的话呢，我倒是真的觉得伦敦是一个适合考虑的地方。为什么？后面解释。2019年的5月，45岁的迪拜王妃哈雅带着她的2个孩子以及3100万英镑辗转逃到了英国伦敦。她向英国政府呢寻求政治庇护，并在此提出了要跟自己的丈夫迪拜酋长，也就是迪拜的实际统治者谢赫穆罕默德打离婚官司。不仅如此呢，哈雅还曝光了丈夫绑架、威胁家人等一堆的黑料。这场离婚官司涉及到的财产金额呢，至少达到了40亿英镑，在当年也被称为可能是英国历史上最为昂贵、争议最大也最为复杂的离婚案。那它到底复杂在哪儿呢？哈雅除了是迪拜王妃，她也是约旦公主，是现任约旦国王同父异母的妹妹。哈雅从小在英国接受教育，大学在牛津就读鼎鼎有名的哲学、政治和经济学专业，同时也是牛津辩论社的主力成员。这样一位接受西方教育成长起来的现代女性呢，却在30岁那年，也就是2004年，选择嫁给了比自己大25岁、已经有了5个老婆、19个孩子的迪拜酋长谢赫穆罕默德。这段婚姻在当时呢，被外人解读为是政治联姻，因为他们婚后没有多久，阿联酋就成了约旦最大的外国投资客。但是哈雅却说呢，是因为爱情。穆罕默德被誉为是阿联酋的进步派，在任期间呢，大搞这个旅游经济，推进儿童保护等法律。而哈雅对自己的丈夫呢，也是一度非常的崇拜。她曾经公开讲到：“我每一天都很感恩上帝，我很幸运能够跟他在一起。”结婚伊始，尚在甜蜜期的2个人呢，频频在公开场合秀恩爱，那也叫一个琴瑟和鸣，夫唱妇随。但很快，哈雅就发现自己这个所谓的完美丈夫，人前人后那就是2副面孔。对外呢，开明友善绅士；对内呢，那就是一个专制铁血的封建大老爷。尤其是哈雅发现，穆罕默德的几个女儿在包办婚姻和家庭暴力的虐待下，接二连三的出逃。2018年的3月，穆罕默德的一个女儿拉蒂法公主呢，策划逃往美国，但她最终在距离印度果阿海岸30英里的地方被阿联酋的军舰拦截，并带回了迪拜。她后来呢，貌似向自己的友人发送的视频，疑似遭到了囚禁跟虐待，但之后呢，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了消息，外界一直怀疑她被荣誉处决。 And if you are watching this video, it's not such a good thing.Either I'm dead or I'm in a very, very, very bad situation. 对此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 BBC 的一个纪录片《消失的公主》。这不是穆罕默德第一个逃走的女儿，早在20年前，拉蒂法的姐姐沙姆萨公主呢就逃往了英国，但是几周之后啊，在剑桥光天化日之下就被绑架回了迪拜，从此以后也是音讯全无。拉蒂法曾经录制视频呢，讲述这个王室的黑幕。她在视频当中提到自己曾经去探访过被囚禁的姐姐，她说自己的姐姐的眼睛已经没有办法正常的张开，走路需要有人引导，已经被折磨成了一个神志不清的人。目睹这样的悲剧，有一子一女的哈雅不免担心自己的孩子呢也会重蹈覆辙，而她的担忧也在变成现实。丈夫穆罕默德居然想把自己跟他亲生的11岁的女儿嫁给30多岁的沙特王储，以此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这直接促使这位出生在阿拉伯世界最世俗化的国家，又接受了西方现代化教育的王妃下定决心铤而走险，36计赶紧先走。
哈雅成功的逃到伦敦之后，愤怒的穆罕默德呢，在 Instagram 上面发表了一首名为《痛苦之剑》的诗。是的，你没有听错，这位迪拜酋长呢还是个诗人，写诗对他来说呢那是家常便饭。我给大家念几句哈：你背叛了我的信任，你的把戏已被拆穿，你的谎言已经终结。总之，这首诗呢不仅表达了对背叛的极度愤怒，愤怒中呢还带着一点威胁，威胁中呢还透露着一丝戏剧感。哈雅呢，作为能从王室逃出来的女人，那运筹帷幄确实厉害，但穆罕默德能够坐上这个权力的宝座，也绝对不是吃素的。哈雅选择将伦敦作为自己的落脚点，并且要在这里打官司，这就牵扯到了3个国家的王室。对于迪拜来说，这关乎他们最高统治阶层的这个家族形象跟势力。而哈雅的娘家约旦在经济上呢，也一直是倚仗着阿联酋，而英国王室呢，又一直同迪拜王室交好。这些年，女王同这夫妻2人之间的来往呢，也不少。对于英国当局来说呢，这更像是一个烫手山芋。多年来啊，迪拜以及整个阿联酋一直在英国进行了诸多的投资。一旦英国政府为哈雅提供了政治庇护，等同于承认了阿联酋人权记录不佳，妇女权益得不到保障。这么看来呢，伦敦对于南方穆罕默德来说似乎主动权更大。那哈雅公主为什么还要冒死来这里呢？或者说，对于哈雅这样的豪门贵妇而言，伦敦为什么会成为他们的离婚天堂？抛除掉这个案件当中的政治力量，其实中外的离婚官司呢都一样，无非是2件事儿：财产怎么分，孩子归谁。而这2样呢，英格兰跟威尔士的法庭裁判呢，都更偏向于财产弱势的一方，在大多数的案件当中呢，通常都是女方。那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这当中的门道。1、事关前途，财产怎么分？首先呢，有一个5-5分原则。自2000年以来，英国法院呢确定了一个叫同等贡献原则。无论你是在外挣钱的 breadwinner， 还是你是在家带娃的 homemaker， 在离婚分割财产的时候呢，倾向于平均分配。其次就是英国的婚姻法呢，对于家庭财产认定的范围更加广泛，它没有一个所谓共同财产的概念。也就是说，如果2口子要离婚啊，双方名下的所有财产，不管你是婚前婚后，还是你因为投胎到了富贵人家得到的家族遗产，通通码到桌面上一起算，包括房产。法庭也并不以这个房产呢归在谁的名下，或者是当初谁全款买的房，而是根据夫妻双方的收入能力、子女的福利，以及各自在抚养子女方面的贡献等等因素来进行裁定。还有就是呢，不少富豪为了降低离婚带来的这个财务风险啊，会在婚前签署一个协议，但是在英国这个婚前协议不一定管用。英国的离婚财产分配指南呢就说得非常的清楚，法官考虑婚前协议的效力的前提是呢，双方充分的理解这个协议的内容，双方自由签署，以及协议对双方公平。而什么是公平呢？这就要看法官他怎么看了。说完钱，我们来说一下孩子的抚养权怎么判。英国的婚姻法十分重视孩子的福利以及成长，所以母亲通常更有可能得到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这就能解释为什么离婚之后呢，通常房产更有可能判给女方。而哈雅她也最终争取到了自己2个孩子的抚养权。说到这儿，你是不是又好奇了？这个迪拜酋长跟王妃不都是外国人吗？外国人为什么可以跑到英国来离婚？在英国离婚的条件又是什么？想要在英国离婚呢，只需要满足结婚1年以上，婚姻关系呢被英国认可，而且其中一方在英国有长期的习惯性的住所。所以对于外国公民来说，只要你在英国拥有房产或者是有工作，那你就有机会在英国离婚。那这些年呢，就有不少人绞尽脑汁啊，千辛万苦杀出一条血路来到伦敦离婚。这当中最知名的案例呢，就是2013年马来西亚的亿万富豪邱继炳和他的老婆前马来西亚小姐蔡秀萍的离婚案。这桩离婚案呢，是对于解释什么叫做长期的习惯性住所的一个知名案例。在长达43年的婚姻尾声，为了争夺财产，邱继炳和蔡秀萍以及他们的各自律师团队啊，为了在哪里离婚展开了一场赛跑。邱继炳在自己的主场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呢，提出了离婚申请。谁知道他当时老婆呢，蔡秀萍比他动作更快，早了13天在英国提出申请。但是蔡秀萍在提出离婚申请的时候呢，她并没有英国身份。为了证明自己在英国呢有长期习惯性的住所，并且以后也有长期在这里生活的打算，蔡秀萍呢硬是靠着旅游签证啊，在那几年里面频繁来往英国短住。他的律师团队呢，不仅向法官展示了他跟子女在英国生活的豪宅，而且还展示了这个豪宅内存放的1000多双奢侈品的鞋子。
表明我打算常住，不是闹着玩的。那作为一个爱写的女性呢，我是读到了她的决心了。法官最终认为，在起诉之前，蔡秀萍跟英国有着充分的联系，她获得了诉讼资格，并且分得了6400万英镑。要知道，如果是在马来西亚打这场官司的话呢，当时预测她最多只能拿到100万英镑。恢复了自由身的蔡富婆当时激动地说：“我的孩子们，还有我的鞋子们，在这里找到了家。”而蔡秀萍之所以能够赢个好价钱呢，也是得益于她选择了一支离婚案律师的梦之队。我们前面提到这个哈雅公主跟迪拜酋长呀，为了打这场离婚官司，夫妻俩也是下了血本，聘请了律师天团进行这个巅峰对决。哈雅公主聘请了 Fiona Shackleton 作为自己的离婚律师。这一位律师呢，跟英国的王室也是渊源颇深。他不仅在当年用200万英镑就帮安德鲁王子离了婚，也是1996年查尔斯王储和戴安娜王妃那场世纪离婚案当中查尔斯方的代理律师。而迪拜酋长呢，则是聘请了 Helen Watt 这位帮曾经的 F1 掌门人伯尼打赢了离婚诉讼案的明星律师。而这一次呢，也不是两位女战将的第一次交手，除了查尔斯跟戴安娜，还有麦当娜、盖里奇等等他们的前尘往事搅和在里面。这几桩离婚案件当中呢，法庭上下既有掌声、鲜花、贺卡，也有诅咒、谩骂和直接泼水到头上的这种戏码，我们以后详细八卦。好了，关于在英国离婚的那些事儿呢，本期就聊到这里。温馨提示，如果你是土豪，小心在英国投资房产；如果你是土豪的伴侣，一定要记得提前在英国安一个家哟。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多多点赞分享，欢迎在留言区留下你的想法和我互动。更多有趣有料的英国文化生活话题，迷思英国，我们下期见，拜拜。